我估计你要重新找投资人了。柠檬，我现在明确的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按照我刚才说的，给我10%的股份，我会给你不菲的项目介绍费。第二个，这个项目我不投了，反正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。我明白了。那为了大家都合适，我选第2个选项。我想，我们做了自己觉得最合适的选择。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再会。这摆明了就是让我吃回扣嘛。那你怎么说呀？拒了呗，大不了我重新找 LP。其实这种事情挺正常的，你能遇到，证明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投资人了。那学长，要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周总份额才10%，区区几个点不值得。钱多的话就值得。啊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其实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是这个底线不能跨。我支持你坚持自己的底线，无非是换个 LP 而已嘛，对我们林经理来说，算不大事儿。对啊，这总比失去原则和主动权要好。那你就没什么烦恼了。今天晚上出去散散心。去哪儿？有一个非常棒的脱口秀演出，你不是喜欢讲笑话吗？咱们也学学些。好。虽然我看起来不太聪明啊，但是我也上过大学。但我们大学男女比例大概是在7:1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男生想要脱单，这个难度不亚于葫芦娃救爷爷。有男生会憋着心思的去表白，有那种在女生楼下喊话的，他一个人还不敢去，他会带一堆兄弟去。有的人手里还拿着一个炮，远远的看过去，还以为他们去约架呢。然后那个人还会觉得哇，老子真浪漫。但是女生明明更浪漫，好吗？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更奇怪的，就是有那种在女生楼下唱歌的那种。我觉得唱歌表白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，但是唱丑八怪来表白，是不是有点过于前卫了？哥们儿，您这是着急表白去吗？祝你成功啊！陆总。这大哥您别看他，你看我，我是演员，对吧？人家可能不用这些方法，但我看您这个长相，你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？还是学点啊，对您将来有好处。都走了。还有那种你给女生发短信的，对吧？但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发，他是鼓动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帮他一起发，然后发完之后他还觉得不够，然后他就去广场上找大爷大妈帮他一起发，帮他发一条短信的就给人1包邮。之前你说让你陷入怪圈那个人是他吗？是。但是那个人是谁都不重要。既然好的，我知道的，我相信你。走。
没选好 LP 呢。刘总挺合适的，互联网大佬，有钱又大方，是很优质的 LP 啊。是，但是像刘总这样的大人物，乐汇对他来讲多少有点大材小用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行了，别光想了，吃点东西吧。谢谢。士别3日，真的要刮目相看了。没想到啊，当年陆总身边的小秘书柠檬同志，现在都是宁经理了。你可真是越来越能干了，还越来越漂亮了。您就别夸我了。你说的那个乐汇那项目，我听着挺不错的。咱是熟人，我可就直说了啊。您说。投这个项目，我用什么方式来盈利？唐总，第一呢，我可以给您介绍酒店和公寓的项目，让您做他们定制家居的供应商，在主业务上先赚一笔。那我得问问了，是个什么类型的酒店和公寓项目呀？这个项目的投资人梁总是我之前做墨比项目的时候我们合作过的，他现在主要投资是专注于年轻人市场的中高端酒店和酒店式公寓。一会儿我可以把资料发给您，而且我之前已经跟他介绍过您了，他非常认可麒麟这个牌子。只要您答应，就可以往下谈。就这个条件，这我怎么答应？第二个好处我还没说呢，说说吧，我听着。您先帮乐汇小家电打好产品基础之后，乐汇的所有营销，他们都会带上麒麟家居一起做免费推广，2个品牌联动宣传，彼此借力，反过来也给麒麟家居省了一笔广告费。啊，懂了，实际上就是把我的宣传营销费换了个用法，实现对麒麟家居的反哺作用，并且还达到了增值效果，因为您之前就已经挣了酒店和公寓的钱。不错，不错。这种资源联动的方式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我愿意。太好了，来，唐总，哎，小宁以水代酒，敬您一杯，就当是为了咱们合作联盟的契约仪式了。拍张照片，纪念一下。好，成功。石总，唐正旺代替周总填补进来，梁总和唐总还是以1:1的比例出资做 LP， 成立一个有限合伙，把钱投到乐汇，占股比例依然是20%，这次肯定不会有任何差错。哎呀，之前听说周总那边有问题的时候，我还很担心呢。但我后来在想，我既然任务都交给你来负责了，那就应该信任你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解决问题了，而且还用到了资源整合这个思路。你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。我还很欣赏你的一点是，面对周总的利益诱惑，你能以公司的大局为重。石总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您给了我这么多机会，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你们
陆总这样有多久？1个多钟头了，时间静止了一样。他瘦了，也憔悴呀。脸都起褶了，黑眼圈都严重了。哟，动不动这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又不是大熊猫。我们这不关心你吗？特意来看看你，别再出什么事儿。我能出什么事？明明，在我们面前你就别死鸭子嘴硬了。失恋多痛苦啊，是不是？特别是像你这种后知后觉痛失所爱的。怎么什么都跟他说？哎呀，你别怪他，我们之间保证过，我们之间不会有秘密的，对吧？你是安慰人的还是来撒狗粮的？啊，明明，我们出去玩吧。你还没去过我新开发的房车营地呢。对啊，不去了。为什么呀？可好玩了。不感兴趣。那你想干嘛？我们都陪着你。我真想专心工作，努力挣钱。专心工作是吧？刚好有件事你得了解一下。你爸那公司清河最近在2级市场有公司一直想吃的股票。还有我听说你爸跟陆国宇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。哎呀，老头子闹什么妖？陆总，您跟英石资本那边下午还有个会呢。我现在过去。你还去英石啊？那怎么了？也不能因为这些事儿不工作不合作了是吧？我走了。哦。小雅，是我一只养乐多呗，我懒得下去买了。给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有公司一直在买清河的股票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双勋。哦，对，双勋集团。你知道清河的董事是谁吗？陆天星，基明资本陆总的父亲。不会吧？哎，怎么从来没有听陆总提起过？哎，柠檬，你跟陆总那么熟，有什么内幕消息吗？不知道啊，说曹操，那不是陆总吗？哎，陆总啊，来了。柠檬，帮我招待一下陆总，我去换个衣服。石总，那个我刚想起来，我约了乐汇的刘总，我得先走了。那个小雅，那个你接待一下。哦，好。那陆总，里边请。哦，那您要喝什么？我给您拿。咖啡。都行。哦，好。这次要不是因为你啊，这合同肯定签不了。你看，该我请客的，你倒是把单给买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您客气了。真不好意思，今天还让你等我那么久。哦，不，是我到早了。而且今天我们聊的是公事儿，我能开发票的。等下次我们聊私事儿，您可劲儿请我。那说好了啊，下次不能再抢了。行，那您先走，我就不送了。我还要在这儿等发票。好的，谢谢啊，客气。那下次见。哎，拜拜。哎，您好，我的发票好了吗？好的。
的，请稍等。还行啊，完美，还行吧？哎呦，相当行。哎，接下来去哪儿？接下来咱们打打牌，行行行。邱总啊，这个我安排，安排好了。好，您的发票好了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怎么了？怎么叹气啊？我就是心里有点慌。你说老何这事儿，我要不要告诉尤其啊？这无凭无据的，你跟他说什么呢？我怕老何对不起尤其。也许就是你误会了，你不也说了吗？当时在场的不是他们两个，还有其他人。你周末有空吗？我想把他们俩约出来吃个饭，正好你也可以帮我观察观察老何。周末我就不去了吧。我要约客户谈点事儿，谈完事之后呢，我去接你。好吧。不过这件事情啊，我建议你还是谨慎处理，一不小心容易影响你跟尤其的感情。你好，你的小炒黄焖肉。谢谢，谢谢。毛毛，你怎么想着请我俩吃饭？我请你吃饭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恰巧老何也有时间啊。没想到还有我的份儿，沾你的光。那可不，毛毛说了，特意要叫上你的。是吗？以老何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，我要想找他，那还得过关斩将，得从他们公司的前台小姐，再到总经理助理才行。杨芒，你这么说太见外了。你是西西最好的朋友，咱们这关系，只要你找我，我随时都有时间的。好，老何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哎，我今天点的都是你最爱吃的菜。我给你包啊，你不是刚做了美甲吗？你负责吃就行。好。嘿嘿，真好。你先吃点别的菜。哎，老何，嗯，你认识邱俊林啊？谁？啊，没事儿，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。我那天吃饭正好看见你们也在那儿吃，我就想说，如果认识这个人呢，就稍微留意一下。邱俊林。哎，毛毛，你说这个邱俊林，不会是之前给你穿小鞋害了你辞职那个吧？哇，那个人特别坏，老何，你可千万别跟他来往。我好像想起来了，你要不说这个邱俊林是你以前的同事，我还以为他是那个老板的司机呢。哇，这好辣！啊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这好好吃，有可能有点烫啊。好吃好吃。你等会儿再喝，我有点烫。老何还是这么细心哈，真好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好，你的麻辣小龙虾。哎，稍等一下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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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哦，没事吧？他能跟我去？没事没事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快，你擦擦。哎，吓死我了。我看。你没事就好。哦，你看都给你烫红了。我没事。我吹。没事，一会儿有烫伤膏了。疼吗？怎么样？这下放心了吧？
他们看着还和以前一样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看你刚才那紧张的样子，我竟然还有点羡慕。也不知道以后啊，你会不会那么在意我？你以后会让我这么不放心吗？我保证不会。我是不是破坏气氛了？没有。再来一次吧。我向东方明珠保证，我绝对不躲了。你怎么弄得跟英勇就义一样啊？不过，真可爱。没事儿，我会等的。等到以后，你真正想接受的时候。早啊，你们。早。你上里边怎么？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问题啊！就算他们有问题，你也不能用这种态度跟人沟通呀。凭什么要我忍气吞声？这根本就是他们欠嘴。行了，去冷静冷静吧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新来的，年轻气盛，自己觉得专业技能不错，就怼天怼地，被 LP 的怼爆炸了。这不，告到石总那儿去了。石总还好吗？怎么可能好？都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脉资源，这下石总挨个道歉修复关系，费老鼻子劲了。柠檬，石总，你们坐。现在年轻人啊，真的太自我了，而且业务能力也不经推敲。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就做过定增项目，你那时候就处理的还不错。其实我第一次做的时候也出现了纰漏，但是石总您给了我机会弥补。跟这也比起来，你那算什么呀？柠檬啊，其实现在这个项目也进展的差不多了。如果后续需要跟进的话，要不你帮做一下？毕竟你在维系客户关系方面还是有一手的。这个项目是和晋明资本合作的那个吗？是。柠檬啊，你是跟那个苏依然在谈恋爱吧？啊，我呢以过来人的身份跟你唠两句啊。有时候不想跟一个人扯上关系，那光躲是没有用的，还不如顺其自然、大大方方的去相处。反正不该有关系的，迟早都会散的。那不该散的呢，你就算躲到天涯海角也没用。这就是人跟人的宿命。其实呢，这单我也可以交给别人，但是我们跟陆总那是战略合作，你打算一直躲着不见吗？我是觉得聚散离合
还不如一切顺其自然呢。哎，刘总，什么？刘总，你们来了，来坐坐坐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前夫那边出了一些问题，他答应给我的钱啊，无法及时到账了。为什么？他的代工厂为了压缩成本，用了一批不合格的配件，导致品牌商大量退货，还提出赔偿。他只有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，重新生产这批货，那我这边他自然就顾不上了。我已经咨询过了，即便是走法律的程序，这笔钱一时半会也到不了账。李梦，这是我的错，我违约了，不能履行合同。违约金我就是砸锅卖铁，一定赔给你们。刘总，我们先不说解约的事儿，我们先把当下的问题解决了。钱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柠檬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刘总是不是不看好这个项目了？不打算继续往下砸钱了？唐总，您误会了，刘总怎么可能不看好这个项目呢？这个项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现在出现这个情况，也是刘总始料未及的，他现在也着急坏了。我啊，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担心，我担心咱们前面投的钱啊，都打了水漂。您放心，我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呢，请您相信我们殷实。我是100%的相信，但是我现在对那个刘总，我现在心里我真是没底。唐总，我说过我不会辜负您的，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刘总把这个资金缺口堵上。但是你得加紧啊，越快越好。谢谢您的理解。哎，梁总，宁经理啊，你给我交个底，这乐辉公司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？现在就只是资金缺口的问题，产品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产品没问题，怎么出现这么大的资金问题呢？这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这其实是刘总前夫的过失。他前夫的过失，可是连累我们这些 LP 来买单呢，你这怎么能让我放心得下呢？宁经理啊，我的压力也很大。我公司这些股东都劝我退出这个项目啊，我理解您的难处。梁总，这样吧，您给我3天时间，3天，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缺口堵上。石总，柠檬，这么大的资金缺口，恐怕会影响到后续的生产吧？如果后面资金跟不上的话，的确会很困难。但是我会想办法的。你的项目，你尽管去试。不过呢，我要跟你透一下底啊，咱们现在殷实自有资金比较紧张，所以要追加投资的话，你可能要到外面去找了。哎，我记得公司账上还趴着一笔资金的吧？那笔资金呢，我已经定好用途了。我明白，那我会再想办法去联系一下别的 LP， 让他们在这个项目上能够追加一些投资款。虽然呢，我支持你再去做一番努力，但是你也要注意沉没成本。
反正不管成与不成，一定要快刀斩乱麻，尽快决断。我明白。点的都是你爱吃的，知道你这样真累。哎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工作。学长，这几天我比较忙，可能就没有什么时间见你了。你能跟我说这个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快吃吧。项目有头绪吗？LP 那边的态度都挺坚决的，想要让他们追加投资，太难了。能理解。遇到这种事情啊，没有追责已经不错了。LP 投资企业是为了赚钱，没有义务帮忙救济。学会及时止损，是投资人的必修课之一。你不会还想帮着刘慧敏吧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要心软啊！这个项目不值得你投入。首先，我是觉得乐汇这个项目本身就特别好，刘总人也很好，我不想因为遇到这个事情就丢下不管。可这不是一般的事情。他是第一次创业吗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她之前是跟她前夫白手起家的，但是因为她前夫后来越来越强势，她就不得不退居二线。她是有这个能力的。乐汇小家电，它的设计理念就是刘总从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中得来的经验。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可贵。已经离婚了，为什么还这么相信自己的前夫？他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？我觉得刘总和他的前夫都不值得信任。也许刘总压根就没有这个钱，他和他前夫串通好了，想空手套白狼骗LP的钱。这样的事情我在资本市场见多了，在巨大利益面前，什么都可能发生。我承认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，但是也分人。我相信刘总，他挺不容易的。他把自己的房子、车子全部抵押了，还找朋友借了不少的钱。他现在完全是把自己交出去了，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去解决这个事情，挽救这个项目。我知道，你想对刘慧敏负责。可是，你也要对其他投资人负责呀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对投资方多多少少会有影响。你需要做的，是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先不说那些了，咱们吃饭最重要。谢谢，我自己来吧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喂，唐总，麒麟家居最新的财报我已经收到了，改天一块吃个饭，咱们聊一下接下来有什么合作。好，等你时间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您最近投了一个小家电企业，出了一点状况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么大资金缺口，恐怕会影响到后面的生产。
好，你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毕竟柠檬是我的老员工嘛。好的，好，多谢老唐。哎，你好，刘总呢？工厂出事了，把我们的货都扣下了。刘总知道后，就带着同事们赶过去了。你们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你们不能搬！让开！回去！干嘛呢啊？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货，你们没有权利搬走。杨总啊，我听说这乐汇的资金链已经断了吧？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，我已经把房子都已经卖了，跟你们说好的钱1分都不会少的。谁信呢？啊，要不这样，哥几个，把这搬了吧？啊，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你们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不能搬！刘总，干什么呀？你们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不能搬！都放下，都放下啊！哪来的小姑娘，净喜欢多管闲事儿。第1期代工款不是已经付过了吗？可你也不能保证这以后的款，他不查我呀？啊？哦，乐汇是不是要倒闭了呀？对呀。欠你们的钱，乐汇不会躲，1分都不会少。但是付款周期我们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你们现在这样是趁人之危吗？哎呀，小姑娘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想让我们相信你啊，没问题，你得拿出诚意来。你们几个压根儿就不是工厂里的员工吧？哦，对，你们把工厂的老板请过来，他的心情我能够理解，请他过来，我给他解释清楚。不巧，啊，老板不在，这个店儿我说了算。今儿的摆你们前面的就2条路：一，现在给钱儿，我放你们走；二，要不哥几个把这些东西卖了吧？你们不是缺钱吗？到时候分你个零头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！你们再这样胡搅蛮缠，我们就走法律途径。人不大，口气挺大呀。不信你试试，回头你讹不了钱，还让你们挨个赔个精光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给我搬！哎，你们不能搬，不许搬！哎，别搬！你们不能搬！你们不能搬！你们不能搬！哥，没事吧？在这儿呢。去医院吧。伤口不深，也算是幸运的。手臂上的动脉，如果刺深了，会有生命危险的。谢谢大夫。我怎么看着你好像刚刚打完架呀，小伙子？遇事不能太冲动啊。大夫，我那是见义勇为。哦。那几个混混抓到没有？刚刘总给我打电话说已经逮去公安局问话了。哟，还真是为民除害啊！小伙子，好样的！你今天怎么突然出现在那儿啊？我听说你们出事了。听谁说的？跟唐成旺聊事儿，正好听他说的。谢谢啊，今天。谢什么？这也不算啥。
你这几天看来要吃点清淡的了，不然会留疤。招了，谢谢。我们至少还可以做朋友吧？就做朋友，行吗？行，朋友，就是你对曾宇航和许思甜的那种，简简单单的，谁也别说奇怪话，谁也别有越界行为的那种朋友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那今天谢谢朋友出手相救了。小意思，我的朋友。李梦，有没有一个语言能够预言我们遇见？也许是一个画面，我们都走在时间面前，直觉被定义，被偏见，被贴上标签，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再和最好的你遇见。Every time I ever loved， 无论你有多么不舍，到了时候就要告别。Fallen leaves fall in love， 看着落叶，听着风，说什么颜色都有过